老婆在朋友圈发了我的照片，就被老婆的男朋友当成了小三。他抱着婴儿，还带着一群亲戚朋友将我堵在路上，说要教训我。不要脸的东西，居然敢勾引我的女人！我打死你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！一群人对我拳打脚踢，砸坏我的车，扯破我的衣服，我被打得浑身是伤，脑震荡，手骨折。最后我报了警，坚持追究到底，同时找人打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甩给渣女老婆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条街要饭，也敢背着我养男人生孩子，给我滚！我的钱你一分都别想拿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从车上下来，准备进去商场里面买东西时，就看到对面马路有群人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他们手上拿着手机和喇叭，像是在直播，喇叭还在喊着说要去教训男小三。我摇了摇头，现在直播真是无奇不有，难怪流量那么好。突然我定睛一看，中间抱着婴儿的男人我认识，刘伟晨，他是我老婆资助的大学生。老婆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前几年他跟我说想要资助一些大学生读书，我以为他是因为淋过雨就想要为别人撑伞，所以很支持他。这个刘伟晨是他资助的大学生之一，我见过他的照片资料，他家里很穷，父母双亡，是他爷爷奶奶辛辛苦苦把他带大的。当时我还觉得他很可怜，让老婆尽可能多帮助他一些，也当是做好事。看着他们朝我的方向走过来，我正想让开，就被人推了一把，差点摔倒。刘伟晨看着我，想跑，没门，然后他就对着手机镜头喊道：“你们看啊，这就是勾引我老婆的男小三。”我冷着脸说：“你们认错人了，我不是男小三。”刘伟晨立即道：“没认错，我们要教训的人就是你，顾婷。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小白脸有多离谱，不仅想拆散我的家庭，还想让我老婆把全部资产转移到他名下。我老婆是上市公司的总裁，长得很漂亮，这小白脸就天天骚扰我老婆。他把他怀里的婴儿对到镜头前，这是我跟我老婆的女儿，6个月多了。这小白脸居然还怂恿我老婆抛夫弃女，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。见他越说越离谱，我也没耐心解释了。刘伟晨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要胡说八道诋毁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打了一拳，顿时我的嘴里就尝到了血腥味。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被人打过，这会儿已经忍无可忍了。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，准备报警。不料手上的公文包被夺了过去，里面的文件被拿了出来，撕毁。你做都做了，还不承认？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你爸没有告诉你不要当男小三，破坏别人的感情吗？真是贱！我擦了擦嘴角的血，脸色难看。我劝你们不要乱来，我不是你们能动的人。可他们像是听不见我说的话，拿着手机对着我的脸，有些还疯狂地拍照录视频。涌进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，弹幕不断滑动，各种礼物刷屏，就应该给男小三点颜色瞧瞧，警告他别随便钻女人的被窝。这个男人知三当三，败坏道德，被教训是活该。看起来长得还挺帅的，没想到居然会当男小三。刘伟晨看到后面这条评论便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啊，这种长得好看的小白脸，骨子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刘伟晨的哥们附和道：“他一看就是经常勾搭富婆的。”说着，他们还盯上了我的车，这车是法拉利，好几百万吧，
看来当男小三是真赚钱啊。刘伟晨把手里抱着的婴儿塞给旁边的中年妇女后说，他的车是靠出卖身体赚钱买的，我们把车给砸了，然后他们去找来铁棍不断砸我的车。我从未见过这么疯狂的人，毫无素质。刘伟晨还抢走我的车钥匙，打开了车，把车上的东西都搜出来，摔在地上各种踩。不一会儿，他从后车厢拿出一个大礼盒。我皱眉道：“我提醒你，这个青花葫芦瓶价值1.3亿。这个葫芦瓶是上个星期我在拍卖会上面拍下来的，因为我爸喜欢，我准备晚上给他送过去，所以才会放在车里。”刘伟晨不屑地嗤笑：“当我不认识啊？一个破瓶子而已，还说什么1亿多，笑死！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这个青花葫芦瓶是古董，有市无价，你赔不起的。直播间也有识货人，这个葫芦瓶看起来像是真的。刘伟晨有些懵了，刚才打我的中年男人捅了捅他的胳膊。伟晨，不用怕，这个破瓶子要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价值1亿多，他一个男小三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玩意？还不是你老婆买给他的，那也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啊！你想摔就摔，怕什么？没错，伟晨，你二叔说的对。刘伟晨点点头，对，这个破瓶子肯定是我老婆送给他的，也是我的钱。说完，他就把葫芦瓶砸在地上，笑得更大声了。一群蠢货！我看着他以及所有被他毁坏的东西，冷笑道：“等你赔偿的时候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笑出来。”刘伟晨猛地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面，还想骗我？给我闭嘴！猝不及防的，我被踹倒在地，痛得直冒冷汗。刘伟晨，你是疯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我不认识你老婆。刘伟晨刚想说话，他身上的手机就响了。他看了眼号码，笑得很开心。是我老婆，她肯定是打电话来关心我的。刘伟晨的哥们说，你打开扬声器，让这个小白脸听听看你老婆对你有多好。好，电话一接通，原本凶神恶煞的刘伟晨瞬间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老婆，我抱着宝宝跟朋友逛街呢。手机那端的女人嗯了一声，不要太晚回去，照顾好孩子。我愣住了，我跟徐梦认识这么多年，她的声音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。在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之前，我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刘伟晨弄错了造成的。可现在，我脑海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崩塌了。我看着挂了电话的刘伟晨问：“你有你老婆的照片吗？”刘伟晨的表情很得意，打开手机相册，举到我面前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我老婆，她很爱我，你是抢不走的。照片中，女人抱着孩子和刘伟晨坐在沙发里，宛如一家三口。这个女人正是我的老婆徐梦。看着熟悉的客厅，我的五指逐渐收紧。这栋小别墅是我之前买的，没怎么住过，因为离公司太远了，我就重新买了另一套大别墅住。小别墅平时都是徐梦在管，前2年徐梦忽然说要去国外进修，我觉得她很有上进心，就同意了。孩子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生下来的，亏我还担心她一个人在国外没人照顾，让她找个保姆。原来她背着我暗度陈仓。我跟徐梦在一起很多年了，她的性格温柔体贴、勤奋善良，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好妻子，居然出轨了。我还记得结婚那天，徐梦哭着说要跟我白头偕老。刘伟晨见我沉默，以为我是心虚了，又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，这是我跟我老婆的结婚证。要不是我老婆怀孕生孩子，我们还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
你这个小白脸是羡慕不来的。我看着结婚证上面的照片和名字，十分疑惑。不可能的，我跟徐梦没有离婚。如果他们结婚了，那徐梦就犯了重婚罪。但不等我多想，刘伟晨又继续踹我肚子，紧跟着他又想来抢我手腕上戴着的佛珠。我惊慌失措地喊道：佛珠不能碰，别的都可以给你们，这串佛珠不能动。刘伟晨让他的2个哥们按住我的手，他强行把佛珠从我手腕上取了下来。我紧张地道：还给我，把我的佛珠还给我。刘伟晨，只要你把佛珠还给我，你们砸坏我的车，摔碎我古董的其他损失都可以不追究，打我的事我也可以不计较。刘伟晨看着我，笑得很猖狂，看到你这么怕，还挺好玩的。我心急如焚，求求你把佛珠还给我。刘伟晨一脸不屑，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呀，就是一串破珠子而已，我就是要毁掉，你能怎么样啊？闻言，我怒得气血翻涌的厉害。听清楚了，我才是徐梦的合法丈夫，你们一定会为你们的愚蠢付出代价的。可我说的话被他们的咒骂声淹没了，我被死死按在地上，不管怎么拼命挣扎都没用。刘伟晨把佛珠举在半空中，对我露出一抹恶意的笑：你越是在乎，我就越是要毁掉，谁让你当男小三，破坏我的家庭。他的话音落下，手指扯断佛珠，我低吼道：不要！一瞬间，佛珠散落一地，我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。小时候爸妈都很忙，我是被奶奶带大的，3年前她去世了，这串佛珠是她临终时送给我的，她希望可以保佑我平安。我带着这串佛珠，就像是奶奶还待在我身边一样。现在佛珠断了，我唯一的念想也没有了。我红着眼睛瞪着刘伟晨他们，气愤不已，握紧拳头咬牙道：到时候就算你们跪着求我，把头磕破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刘伟晨的表情很恶毒：你这个贱男人到现在还在嘴硬，我必须教训到你认错为止。因为是在路边，围观的人也很多，我朝他们求救，他们却冷眼旁观。我绝望到了极点。刘伟晨他们为了打得更过瘾，将我拖进旁边的小巷子里，在四下无人的地方，他们的动作更加肆意妄为，还想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下来。我死死地攥紧衣角，幸好现在是冬天，我穿着大衣还有打底毛衣，不容易被扒下来。别碰我，你们这样是犯法的。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恶狠狠地戳着我的脑袋：你一个男小三还有脸跟我们讲法？见我的衣服扒不下来，他们觉得不够解气。这个小白脸看人家老婆长得漂亮又有钱就想抢，我现在就给你点颜色瞧瞧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勾引别人的老婆。他们的拳头不断地落在我身上，我抱住了脑袋，怎么躲都躲不开。这群疯子真是有病，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刘伟晨把脚直接踩在我的手臂上面，我疼得脸色煞白，他却得意洋洋：你骂呀，你刚才不是还很嚣张？我看你这个下三滥的小白脸还能不能骂出来？当男小三会遭报应的。我想反抗，只是他们太多人了，我被牢牢按在地上，无法动弹。我看着刘伟晨道：你现在马上打给徐梦，问清楚我是谁。刘伟晨抓着我脑袋去撞地面：你还能是谁？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让我老婆来救你。我告诉你，少做梦了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。弹幕有人问：这样打人是不是不太好？刘伟晨踩着我手臂的力道又重了几分，指着我的脸说：这个男人一看就不安分，我今天要是不让他长记性，
他以后还会去勾引别的女人，说不定就是你们的老婆。我这可是在为广大男性着想，做好事啊！评论区里面的人立即表示赞同。这种男人败坏社会风气，就应该被狠狠打一顿才能老实。要不是我现在在上班，非得冲过去打他几拳不可。想当初我老婆就是被男小三勾了魂，抛弃我跟儿子，我对男小三零容忍。得到鼓舞的刘伟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，把我往死里打。这辈子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愤怒过，死死地咬着唇。蓦然我两眼一黑，晕过去前我好像听到了警车声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医生说我全身有多处外伤，脑震荡，左手骨折。我看了下包扎着纱布的手臂，冷笑了一声，这些垃圾我会一个一个的收拾。隔壁病床上的男人突然朝我呸了一声：“你就是那个男小三吧？要点脸吧？破坏别人的家庭，活该被打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理会。直播在我晕过去后就被中断了，所以至今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认定我就是刘伟晨口中的男小三。我让医生把我转到高级 VIP 病房，医生照做。几分钟后，我躺在 VIP 病房，拿起手机，屏幕已经被踩碎了，不过好在还能使用。我正准备打电话，就看到有很多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徐梦的。我没接，他又给我发信息：“老公，你在哪里？快接电话呀！”我都要担心死了。他应该是看到了直播，毕竟闹得那么大，就算他没有关注，身边的人也会告诉他的。我跟徐梦是在读高3的时候认识的，他很努力，学习成绩也好，而我的成绩很差，经常被点名。他主动在放学后帮我补课，在他的帮助下，我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擦出什么火花，仅仅只是同学关系。因为他把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面，想要考上名牌大学。后来在一次登山活动中，我不小心扭伤了脚，没办法走路，徐梦就扶着我下山。当时的天气很热，我担心他的小身板吃不消，就让他别扶我了，可他不肯，担心我的脚会落下什么毛病，就一路扶着我下山。即使他累得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最后他把我安全送到医院，然后就因为中暑晕倒了。我很感动。那天过后，我们的关系也渐渐升温，变成了恋人。我爸妈从小就教我做人要低调，所以徐梦不知道我家很有钱，也不知道我是千亿豪门的继承人。他对我很好，会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我，还会去兼职攒钱给我买生日礼物。他虽然贫穷，却给了我满满的爱。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幸福。高考结束后，徐梦如愿考上了名牌大学，他家里却没办法帮他交学费，他沮丧又无能为力，只能放弃上大学。我不忍心看他放弃梦想，于是让我爸资助他，一直到他读完大学的所有费用都是我爸出的。但他一直都不知道，以为是某个好心的企业家。直到毕业后，我才把这件事以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他，他很震惊，不过很快就接受了。我们的感情依旧如初。我决定要跟他结婚时，我爸妈不同意，觉得他家太穷了，跟我不匹配。当时我还觉得他们太在意门当户对是不对的。徐梦在我家门口跪了1天1夜，才征得我爸妈同意。看到他这么有诚意，我也更加坚信我没有看错人。我跟徐梦结婚后没多久，我爸就给我一笔钱，让我去创业，让我磨练的差不多，再回去接管家里的公司。我拿着钱开了一家公司，
让徐梦跟我一起管理。我是董事长，他是总裁。徐梦的工作能力是不错，可做生意的经验不足，又太过固执，总是比较莽撞。公司的人对他很不服气，我在背后替他解决了不少麻烦，偶尔说他几句，他还不高兴了，但他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得太过明显。我扯了扯唇，我向往的美好婚姻，愿以岁月可回首，且深情共白头，终究只是一场笑话罢了。正发着呆，徐梦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我按掉，然后打给了秘书。在我的指导下，他快速打印出一份离婚协议书。没过多久，秘书就带着离婚协议书来到了医院。刘伟晨以及他那群亲戚朋友都被警方带走了。我从病床上下来，在秘书的搀扶下走出医院，来到警局。刘伟晨一看到我就怒气冲冲地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抓他这个男小三？要来抓我？”我看了他一眼，走到警察面前：“你好。”刘伟晨等人故意殴打我，还砸坏我的车，损坏我价值2亿的贵重物品。这件事我要追究到底，麻烦你们了。刘伟晨朝我骂道：“你这个小白脸又在骗人了！你那些破玩意值2亿，你怎么不干脆去抢啊？”他的哥们点头道：“就是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那就是一堆假货而已，骗谁呀？”我的秘书眼神鄙夷地看着刘伟晨他们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顾总是千亿豪门的继承人，怎么可能会买假货？刘伟晨冷哼道：“千亿豪门糊弄谁呀？说不定他全家都在当小三。”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上前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：“你再侮辱我的家人试试！”刘伟晨气急败坏，瞪大眼睛：“狗玩意，你敢打我！”他要朝我扑过来，我的秘书正准备去拦住他，警察就先一步制止了刘伟晨的动作。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！刘伟晨愤愤不平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帮着这个男小三，不帮我这个原配呀？”警察淡淡地道：“人家的资产超过1000亿，会去当男小三？”刘伟晨明显不信，嗤笑：“他家要是资产1000亿，我家还有矿呢。”他身边的人也跟着哄笑了起来：“就是啊，说好点是男小三，说难听他就是出来卖的。”我冷冷看着他们，到了这一刻，他们依然如此愚蠢，真替他们的无知感到悲哀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刘伟晨会知道我，是因为昨晚我过生日，徐梦陪我吃了一顿饭，就说有事要走了。我有点不高兴，他为了哄我，才把我的照片发在朋友圈，配文：“老公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”但他又太粗心了，忘记设置分组，让刘伟晨看到了这条朋友圈，他才会来找我。而刘伟晨所说的转移资产，是之前我让徐梦卖了几栋房子，他把钱打到我的账户。我没有理会刘伟晨他们，反正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，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。10分钟后，徐梦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刘伟晨让他的哥们悄悄打开直播，想利用舆论帮他们。镜头对准了徐梦，评论区一片哗然。这就是女主角呀，确实长得很美，怪不得那么招男小三。我看着都觉得迷糊。我们支持原配维权，让所有男小三统统去死。刘伟晨看到这些评论很满意，底气十足。徐梦径自走到我面前，满脸关心地问：“老公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严不严重？”我静静地看着徐梦，冷冷地扯了扯唇。难道他还想继续在我面前演戏骗我吗？刘伟晨一猛，朝徐梦喊道：“老婆，我在这里呀！”徐梦没理刘伟晨，他表面上看起来还算镇定，不过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他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浸湿了。现在的天气这么冷，
一般是不会流汗的，说明他其实很紧张。他温柔地注视着我，老公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给我机会让我解释好吗？我冷笑道，解释你怎么出轨，拿我的钱，用我的房子养男小三生孩子吗？见状，刘伟晨扑了过来，抓住徐梦的手臂，老婆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的老公是我呀，你究竟怎么了？徐梦甩开他，你给我闭嘴！顾廷才是我的老公，我跟他是合法夫妻，你不是，滚远点，别害我。也就是说，他给刘伟晨的那本结婚证是假的。刘伟晨难以置信地看着徐梦，仿佛脸上的表情都不知道要怎么调动。他呆呆地问：老婆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徐梦怀孕后，刘伟晨就吵着要结婚。徐梦没办法，就找人随便做了一本假的结婚证骗他，再加上有那栋小别墅给他住，他就沉溺在自己想象的美梦里。徐梦现在忙着安抚我，压根没去管刘伟晨。叫你滚，你没听见吗？他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老公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才是我唯一的丈夫。外面那些男人，我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，不是真心的。那个孩子是他骗我生下来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刘伟晨如同五雷轰顶般僵住，他那群亲戚朋友的脸色就像是被打翻的颜料盘，十分精彩，因为他们没想到我才是原配，他们帮了刘伟晨这个男小三，反倒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如果他真是千亿豪门的继承人，我们砸的那些东西就是真的。2亿怎么办呢？他们拽着刘伟晨怒骂道：你不是说你跟徐梦结婚了？你说话呀，你这个男小三，我们被你害死了。我早就说了，不要把人打得太狠，你们就是不听。你什么时候说过呀？看着他们狗咬狗，互相推脱责任，我冷笑不止。这才到呢，除了2亿的赔偿金额，他们还把我打进医院，这个牢他们是坐定了。徐梦看着我说，老公，我送你回医院，这里的事交给我来处理，你放心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轻饶。刘伟晨的脸白得像鬼，双腿发软，跌坐在地上，仿佛无法接受这个残忍的事实，嘴里喃喃地道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放声痛哭。徐梦，我这么爱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冷漠地看着徐梦，事到如今，他以为我还会相信他，真是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了。我从秘书手里接过离婚协议书，扔在他的脸上，居高临下地道，徐梦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条街要饭，也敢背着我养男人生孩子，给我滚！我的钱你一分都别想拿到。徐梦捡起离婚协议书，翻开一看，上面写了我要他净身出户。他彻底慌了神。不，老公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知道徐梦并没有意识到错误，他是怕他会一无所有，毕竟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他的，离婚后我全部收回来，他就会变成原来的穷人，就算他想分我的财产也是不可能的。光是他出轨这一条，我家公司的法务就能把他锤死，评论区炸了。搞了半天，这所谓的原配才是真正的男小三呐！卧槽，这反转真是让人猝不及防。看来以后不能随便站队了，太炸裂了。什么上市公司的总裁，就是一个捞女而已，人家可是千亿豪门的继承人，打他的那群人要遭殃了。自此，所有真相大白。徐梦还想继续纠缠我，我伸手把他推开，然后朝门口方向走去。至于刘伟晨他们，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证据确凿，警方自然会判断，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。我回到了医院，
叫了2个保镖守在病房外面，不让徐梦进来，还吩咐家里的佣人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扔掉。关于离婚的事，我全权交给律师去处理，不再出面。但徐梦始终拒绝签字，他不肯同意离婚，一直打电话发信息骚扰我。我把他的电话拉黑了，让律师直接走诉讼流程，这婚非离不可。我爸妈知道徐梦的事后非常气愤，让我快点跟他离婚。现在想想，当年我爸妈不让我跟他结婚是对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输得起。婚姻就跟做生意一样，出现差错不要紧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及时止损。1个多星期后，我出院回到家，徐梦还不死心，她跪在我家大门口，想故技重施感动我，真是可笑。我让门口的保安把她赶走，因为前段时间住院耽误了不少工作。这天晚上，我在公司加班，徐梦突然冲进我的办公室，她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狼狈，眼窝凹陷，长发凌乱。我冷声道：“出去！”公司的安保一向做得很到位的，只是徐梦对公司太熟悉了，所以才能轻而易举进来。她走到我面前跪了下来，哭泣着问：“老公，你真的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”我站了起来，冷声道：“徐梦，你再不出去，我就叫保安了。”徐梦的脸色一变，她迅速站了起来，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抵在我的脖子上。我皱紧眉头：“徐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徐梦看着我：“顾婷，我不就是在外面养了个男人，你就把我逼上绝路，至于吗？就为了这么点小事？”我被他的话给气笑了。他出轨可真是出得理直气壮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我的妻子背叛我，你给我滚！徐梦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顾婷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会投胎，家里有钱，当初我根本不会跟你在一起。结婚这么多年，你处处压制我，公司的事也是你说了算，我活得毫无尊严。”我原以为他是喜新厌旧，一时不能管不住自己的身体而已，没想到他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，他是装的，他并不爱我，而是把我当成了跨越阶级的垫脚石。如果我不是我爸的儿子，家里没钱，他不会选择跟我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我就一阵细思极恐，说不定在读书的时候他就知道我的身份了，是故意接近我的。徐梦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知肚明。放屁！徐梦的情绪很激动，有种疯癫感。顾婷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把我当成一只狗在使唤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我微微一怔，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跟刘伟晨在一起了。上次我就看出来了，刘伟晨很爱他，还对他百依百顺，不只是因为觉得他有钱，而是真的对他死心塌地。而我自小就被当作公司继承人培养，理智清醒，独立性强，觉得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，应该彼此尊重，表达感情也比较含蓄，所以即便再爱徐梦，也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没有底线地宠溺她。这些在徐梦看来就是不爱她。到了这一刻，我才发现我跟徐梦从一开始就不适合，我们三观不一致，不同频。徐梦，你现在到底想干什么？徐梦对我的话置若罔闻，他把我带到了天台，还打电话给我爸，拿我威胁道：“你们立刻去给我准备2000万现金，还有1辆直升飞机，否则我就把顾婷扔下楼。”我爸立刻就答应了。我看着徐梦，他真是疯得不轻，可眼下我不能跟他硬碰硬，要保持冷静。徐梦，你先放开我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徐梦凶狠地瞪着我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顾婷，你别想着耍心眼。不到半小时，
我爸妈就赶了过来。徐梦，你放开阿婷，钱我们已经带过来了，直升飞机也在来的路上，你把阿婷放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伤害她。徐梦看到钱，眼睛发光，转头对我爸妈说：“快点把直升飞机开过来，不然顾婷必死无疑。”我爸连连点头，我妈捂着嘴哭泣。我看着我爸妈，眼角酸涩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自责，不应该让他们一把年纪了还要担心我。倏然，我眼角余光瞥到旁边有个黑衣人在靠近，应该来救我。我怕徐梦会发现，故意跟他说话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徐梦，你不就是想要钱？只要你别伤害我，就可以顺利拿着钱走。你放心吧，毕竟做过夫妻，我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。飞机很快就到了，徐梦的手紧了紧，刀锋离我的脖子又近了1寸。闭嘴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再出声。下一秒，黑衣人朝徐梦扑了过去，我迅速躲开，徐梦倒在地上。几个警察冲了上来，将他按住。我妈快步走过来，抱住了我。阿婷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抱着我妈，松了一口气，感觉像是死里逃生一样。几天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天晚上徐梦被抓后还想逃跑，不料脚一滑，从楼梯摔了下去，摔到了脊柱，伤得非常严重，他瘫痪了。最后，刘伟晨他们都被判了刑。人总是要为自己做的行为负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